婆婆光明正大的把挺着大肚子的小三领回了家，还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出他们家。可她似乎忘记了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而且她似乎也不知道小三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老王家的种。妈，小磊昨天晚上说他明天要出差1周，每次都是这么匆忙，男人都是要以事业为重的，你一个女人家的插手什么男人的事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婆婆恶狠狠打断。她一向如此，满眼只能看见她儿子在工作，就完全忽略到这家一切开销都是我在支撑这个事实。妈，我就上班了，我就说了几句大实话，你甩脸色给谁看呢？要不是当初小雷苦苦劝我，我们王家才不会要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。每当婆婆对我不满的时候，她就会把这件事拿出来说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解气。我和王磊认识于大4那一年，我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1年，时间不等人，等到我回学校的时候，原来的同班好友都已毕业，进入职场了。原本性格内向的我就几乎零社交，只有那种逃不掉的班级集体活动我才会出现。转眼到了秋天，打着为班级荣誉而战的民意的运动又来了，班级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择一项比赛，而我因为从小运动神经不够发达，只能挑选难度比较小的活动参加，报名了女子4×400接力赛。到了我的这一棒，已经变成了第3的位置，在转弯处，我一个脚踝摔倒了，当时就觉得脚踝倒了起来，瞬间不敢动。摔倒的位置离王磊很近，后来得知他是大学时期出了名的热心肠，难怪当时第一个冲出来把我背进医务室，也是这一次让我们有了交集。第一次吃饭时我请客，王磊说不能占女孩子的便宜，下一次吃饭他请客，就这么一来二去，身边没什么朋友的我，越来越习惯王磊的存在，和他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。交往中，我知道他妈妈老来得子，虽然家是农村的，但是对王磊宝贝的不得了，而且他们村就王磊一个考上了大学，他妈就更变成了一只骄傲的公鸡，觉得自己很有本事，生了一个厉害的儿子。毕业后，我决定留在连城，我是独生子女，父母并不希望我远嫁，他们表示也可以帮王磊安排好工作。王磊在见我父母的时候，表现得十分乖巧殷切，虽然爸爸并不看好他，但还是讨不了我妈的欢心。之后，他便提议要带我回老家，和他妈妈商量结婚的事情。第一次到他家，我被眼前的破装茅草屋惊呆了，没想到在经济发达到20世纪，还有这样的房子存在。王磊的妈妈提前得知我们今天回来的消息，早早的就等在了门口。等我们进门后，发现屋子里塞满了人。原来他妈妈早就在村子里把牛皮吹了出去，说王磊在大学期间教练成的女朋友一家为了把握住优秀的王磊，不仅安排了工作，连结婚的房子都不用买，全都由女方家解决。那一天，我像一个动物园的猴子一样，对村里的一群妇女们关上。不愧是城里的，这个皮肤真白，这个屁股可真翘，将来一定能生儿子。嘈杂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，维持虚假的笑容，让我脸僵硬无比。终于熬到所有街坊里都走了，他妈妈才把饭菜端上来。我一看那清汤寡水的2菜1汤，顿时失胃口，但是碍于面子，还是不停夸赞饭菜做的真可口。饭后王磊他妈表示想要嫁进王家可以，但是王磊他爸在他小时候就走了，家里就这么一个不鸟，所以必须在结婚3年内生儿子，否则就让王磊和我离婚。我听到这个话，当时就生气的蹭一下站了起来。王磊的妈妈脸色变了变，却也没再说什么。王磊安抚的拍了拍我的背，对他妈说，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，小柔不论生什么都是我的孩子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王磊当时信誓旦旦向我发誓，他会劝说他爸改变老顽固的思想，婚后大事小事全由我说了算。当时沉浸在甜蜜婚后生活幻想的我，并没有去仔细思考，就和他稀里糊涂领了证，完成了婚礼。结婚刚过1年，有一天王伟突然和我说，他妈妈胃一直不舒服，想要来连城检查一下。我并没有多想，反而积极联系朋友帮忙推荐医生，在网上挂专家号。当时我以为他妈妈检查完没问题就会回老家，没想到打正，觉得我们小两口上班不容易，来照顾我们的旗号，就在我家一扎寨了。自从婆婆住进来之后，每天3餐我都没有在餐桌上看到荤菜，偶尔炒个鸡蛋，还要和我说，这在他们那时候都是坐月子才能吃到的补品。这些话我也只是听听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我问过王磊是不是没有给他妈买菜钱，所以家里才会吃得这么清淡，他却和我说，是因为医生说他妈年纪大了，需要吃得清淡点，让我体谅一下。我寻思正好就当减肥了，就没有过多计较。有一天公司下午突然断电，公司通知提前下班1个小时作为福利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没想到看到一向比我早下班半小时的王磊，正瘫坐在沙发上，大口大口喝着鸡汤。我刚要推门进去质问，就听到婆婆说，多喝点，赶紧吃完，趁着小薇回来之前全部吃完。结婚1年了，肚子连个响都没有，哪有资格吃这些有营养的东西？听到这些话，我转头下楼了。难怪一场胃口比我大许多的王磊，在他妈来了之后，每顿吃的越来越少了，原来都提前偷吃过了呀。本来还打算以实际行动打破传西男相处的传统，从这件事之后，我对婆婆就实在是难以喜欢起来了。挨过早高峰，终于到了公司，刚进办公室，杜峰敲了敲门，走了进来，学姐，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晚上没休息好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问他有什么事情。他说最近庆论那边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是我们参与的竞标的项目，他们总是会出现在现场，虽然说对我们起不到威胁作用，但却有点恶心，就好像故意和我们对着干一样。我说这件事会去查一下，让他别放在心上，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杜峰说，保证不负使命。不过学姐，如果有烦心事，可以和我说啊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峰哦。我笑着摆摆手，让他先去做忙。杜峰却一脸严肃说，我是真的学姐，有事不要一个人承担，
记得和我说，杜峰虽然喊我学姐，但其实和王磊却是同班同学。后来的着我休学1年，便一直死皮赖脸喊我学姐，说这样显得自己年轻一点。毕业以后，和我一起进入到上智，一路拼搏，成为企划部的黄金搭档。而王磊在我父亲的安排下，也成为了一家公司的不大不小中层领导。下班到家后，王磊出差不在家，婆婆应该去楼下跳广场舞了，也没有在家，难得的一个人放松时光。明明这套房子是自己父母买的，如今弄得仿佛自己是一个外人一样。嘟嘟嘟，打王磊的电话没人接，真是奇怪。以前每次出差都会到了，和我报个平安，今天却一直没有消息。我又拨通了他的助理小李的电话，小李这头倒是很快接了电话，嫂子，你有什么事呀？你王哥今天就出差了，这一天没有动静我不太放心，询问问你，他有没有安全达到？出差啊？对，王哥安全到了，安全到了，下午还给我发微信来着。嫂子你放心吧。小李的反应明显不对劲，是在敷衍我，但我也只能等王磊回来，再看他在搞什么东西。处处躲着婆婆，安全过完7天，王磊回来了，晚上洗完澡在床上的时候，他转过身抱住我，老婆，我一下子离开了7天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不知为何，看着他那凑近的脸，心里突然没有来的犯恶心，对他说道，今天有点累了，早点睡吧。王磊嘀咕了一句扫兴，便背过身去，不一会打起了呼噜。我悄悄地拿过他的手机，很棒，他还没有更换密码，打开通话记录和短信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。翻到微信时，突然看到一个备注供货商张总的名字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与这个名字不符的是，头像是个浓妆艳抹的美女。我点进去，看到王磊向他发送的订酒店信息，以及亲密喊他宝贝的聊天记录，甚至还让他洗白白等着他。原来所谓的出差，竟然是出到了酒店。这几年真是能力没有长，花花长子倒是长了不少。他似乎忘记了，如今得到的一切是靠谁的帮助，我能给你，自然也可以拿回来。得知的事情的真相，突然觉得和王磊躺在一起都是一件恶心的事情。我决定晚上到公司加班，悄悄穿好衣服，拿起文件。路过客厅，听到婆婆的呼噜声，我心里不禁自嘲，这个家里只有我这个外人，睡不着了。一路上吹着深夜的冷风，等到了公司，头脑冷静了不少。这经历的夜色，不正是计划复仇的好时候吗？据说每一个女主都是在夜晚黑化的。思考了一晚上，我顶着乌青的眼圈去卫生间洗漱，正好遇到刚到公司的杜峰。学姐，你是我学姐吗？怎么从精致的高岭之花就突然落入凡尘了呢？我懒得和他拼，一夜没睡，虽然导致我身体很疲惫，但我的意识却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自己而战。杜峰，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呀？是啊，之前我们上智和竞争对手闹纠纷时，多亏了他帮我们梳理线索，最后我们才赢得官司。要我说啊，他的能力是真的。你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我。我打断了杜峰的漫无边际瞎扯。学姐，你是遇到什么困难吗？需要帮忙不？杜峰见我一脸严肃，不禁震惊的几分。没什么，小事情，记得把微信推给我。说吧，我就走进卫生间，一番洗漱打理，我依旧是上智的王牌企划。叮咚，微信发来提示音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是杜峰的消息，我立马点击推荐的名片，添加了韩律师。韩律师，你好，我说上智的白雨薇和杜峰是同事，之前我们应该见过的，我想咨询一下。如果一个男士婚内出轨，那么有办法让他净身出户吗？在法律上显然是行不通的，只能当事人主动愿意净身出户，才有办法实现。婚姻法居然还给这种人渣留了一条生路，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当天我在京东下单了一个监控，想要彻底打败敌人，必须要深入了解敌人，我倒要看看这对两面三刀的母子背后到底会搞什么花样。下午快递到了的时候，我算了一下时间，正是婆婆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我立马开车回到家中，将监控装在了客厅电视机的下面。为了尽快看清他们的面目，这家我决定暂时不回了。喂妈，我这几天公司比较忙，就先不回去了。忙？你一个女人家的，不想再在家相夫教子，天天出去抛头露面，真是丢尽了我们王家的脸。我先忙了，就先挂了。我直接挂掉了电话，真不知道今晚他又要怎么在王磊的面前编排我了。到了下班时间，我打开监控，看到王磊刚进家门，婆婆就跑到他跟前，扯着喉咙喊道，你那个媳妇现在可长本事了，连家都不回了，生不出孩子不说，还不知道顾家。我就说这种女人应该趁早离婚，你就不听。哎呦妈，我不是和你说吗？我现在还不能和他离婚，公司马上就要晋升了，我还得靠他爸爸帮我一把，等我事业成功了，自然就把他一脚踢了。王磊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，利用完就丢弃嘛。我以为他已经很无耻了，但没想到无耻到了一定地步后，就会变得没有下限。妈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并不爱他。大学时候，要不是你成天和我说要弄一个连城户口，我才不会和他在一起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哎呦，乖儿子，你这是在怪妈妈，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怎么敢怪你呢？对了，妈，你还记得林默吗？他2个月前到连城打工，托我帮他找关系。哎，几年不见，他真是出路的越来越漂亮了。林默那个狐狸精，是不是来勾引你了？我跟你说，随便玩玩就好，别动真心。林默，看来这人连婆婆也知道，还真是知子莫如母，知道他儿子根本不是个老实本分的人。喂，杜峰，帮我调查个人吧。电话那头杜峰迟疑了2秒钟，学姐，你果然是遇到的事情吧？为什么不和我说呢？你要相信你学姐的能力，我是可以搞定的。如果我真的遇到麻烦了，肯定会先和你说的，不是说我有多强大，内心有多坚强，而是杜峰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亲眼看着他拒绝了无数优秀女性，慢慢成为了冷冰冰的黄金单身汉，可是在自己面前却依然插科打诨，
难道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姐姐了？成年人的世界哪有这么单纯？如今的我又哪里有资格呢？那你要调查谁啊？我来帮你联系一家圈内比较有名的私家侦探吧。一个女生叫林默，年纪应该和我们差不多吧。我要知道她的工作、生活等一切经历过往。林默，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？行，学姐，你等我的消息吧。到了晚上，电话突然响起来，我以为杜峰已经到了这么神速的境地，没想到却看到了王磊的名字跳跃在屏幕上，心里暗暗觉着晦气，但又想看看他究竟还要演什么把戏，便把电话接通了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听妈说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是的，工作太忙，回家加班，又影响你休息，我就在公司凑合一下好了。好吧，那老婆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啊，工作再忙也得保重好身体，不然老公会心疼的。先这样吧，我还有事。强忍着想吐的欲望，挂断了电话。王磊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，明明和他妈说根本不爱我，这边却又能对我满嘴浓情蜜意。我打开监控，正好看到王磊穿戴整齐，准备出门。这大晚上的，不是去撕回林默了，还能试试打麻将3缺1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杜峰急匆匆闯进我的办公室，学姐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查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？莫非这个林默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假装试探道，怕杜峰念在和王磊的同门情谊上对我有所隐瞒，确实有一定关系。杜峰一脸担忧说道，在我说之前，我想问学姐，你还爱着他吗？学姐这么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知道了什么，才会让我去查的。或许几天前还爱着吧，但是看清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后，由爱变成恨也是很快的。那我就和学姐直说吧。难怪那天我听到林默的明转书，王磊在上大学之前交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个女生因为高考当天晕倒在考场，所以没有考到连城。据王磊说，这个女生后来因为异地待不住寂寞，就和他分手了。当时王磊郁寡欢了好几天，为此我们宿舍几个哥们轮着安慰了他好几天，倒没想到他以前还是个深情种，当时我们都觉得他挺重情重义的。可是我今天看了结果之后，发现王磊可是不简单。根据调查，这个林默在大学时对王磊一直情深意重，可是后来王磊突然把他甩了，为此林默还去他家找过他好几次，可是都被王磊他妈给撵出来了。显而易见，婆婆觉得自己儿子上连城的大学，这个乡野出身的丫头配不上王磊了。也不知道婆婆怎么叫所有王磊，没准现在同样的计谋也用在了自己身上。后来这个林默在大学里发愤图强，大4也是以优秀毕业生的好成绩，从江州科技大学毕业了。毕业后的林默入职到江州的一家广告公司，本来工作很顺利，可是因为他的长相很出挑，被他领导看上了，小姑娘又急于求成，就半推半就从了领导。杜峰继续说道，他领导不会结婚了吧？后来铃木正房现场抓住，把他踢出了公司。学姐你很有当侦探的潜质哦，真是这样的。后来他在江州混不下去了，2个月前来到了连城，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和王磊取得了联系，1个月前入职庆论，就说本来是面试没成功的，但是后来用了什么手段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就顺利入职了。原来是一个被别人玩过又踹了的小三，和王磊这种人渣却也是般配。不过突然入职到上智的死对投庆论那边，总感觉我好像忽略掉了什么关键信息。很快到了晚上下班的时间，我给王磊发了一条微信，告诉他不回去了，他秒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，这个速度真是太刻意了，仿佛一直在等我的消息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王磊正在对婆婆说，妈，晚上我接铃木过来吃饭吧，他说几年没见挺想你的。我才不用他想，我看他想我是假，想贪图我家的荣华富贵才是真。哎呦妈，我实话和你说吧，林默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你不是着急抱孙子吗？什么？你糊涂啊？这个时候让她怀孕了，被小薇知道了，和你闹离婚怎么办？万一到时候还要和你分财产，我看你怎么弄财产。王磊还有什么财产？是他老家的几间破茅草屋吗？我不禁笑出声。你先把林默带回来吧，虽然这个狐狸精我不喜欢，但是毕竟肚子里是我的孙子，我去买几个菜，给我孙子补充一下营养。说吧，婆婆就和王磊一起出门了。我看着手边的化验单，脸上的笑容不觉露出笑容，事情可真是变得有趣了起来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，王磊带着林默回来了，婆婆这次也是难得大方，做了一桌丰富的饭菜。阿姨你好，我是林默，几年前我们见过的。好，哎呦，小默真是越长越漂亮了，我们小磊真是好福气呀。看着屏幕前这其乐融融的一幕，我瞬间觉得一股怒气直冲头顶，直接关掉视频，不想看到这些让人作呕的画面。下班后，我给杜峰发了微信，为了感谢他这么给力的支援，请他一起吃个晚饭。到了餐厅，杜峰体贴地帮我拉开座位，在点菜时十分绅士的先问我的口味。和王磊在一起这么久，似乎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决定每次出去吃什么，这样一看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被照顾的感觉了。王磊的事情你别气坏了身体，他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学姐，其实我这么多年，杜峰，我现在还没有心情去考虑其他的事情，而且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弟弟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真的很安心。我话音刚落，杜峰的脸色暗了暗，反正学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杜峰拍着胸口保证道。对了，取得林默的联系方式应该不难吧？周六帮我约他出来一下吧，以你的名义，可以说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不要暴露我。杜峰没有问我想做什么，直接答应下来，这种给力的队友真的是太香了好吗？吃完饭回公司的路上，我拨通了爸爸的电话，爸，这次小磊的晋升的事情，你别插手了。他说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拼一下，就他有什么能力？对王磊一向不看好的爸爸，语气部分的说到最后晋升失败，跟着吃苦的还不是你。阿佑放心了，你女儿心里有数，偶尔我们也要相信她一次嘛。杜依你，
我还懒得插手呢，现在还不是让父母知道事情真相的时机。当初我不顾反对嫁给了王磊，婚后多靠父母的帮助，才让王磊得以在这个城市混得还算风生水起。如今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失所望的。我也不想让他们跟着操心，还是全部解决好，再和他们说吧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王磊公司的晋升在这个月底就会出结果了，我需要抓紧时间啊。到了周六，我提前到了约定的餐厅等着林默，不一会林默进来了，可以看出来，运气让他整个人变得憔悴了不少，只能靠浓妆艳抹来掩盖憔悴的脸色。我走上前去，你就是林默吧？我是上至的白雨薇。白雨薇，这不是小磊的老婆吗？林默小声嘀咕。什么？林小姐您刚刚说话我没有听清，杜峰今天有事，所以我代替他来了，我们先到那边坐下来聊吧。哦，好的。林默明显有些慌张，但立刻稳住了神色。林小姐，不知道您认不认识王磊啊？我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。王磊，和我是高中同学，怎么了吗？哦，那真是太巧了，我是他老婆。我以前还听他提起你呢，说你聪明伶俐，让我多向你学习学习。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估计林小姐你记错了吧？那林小姐，你看一下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我拿出他去我家吃饭的视频截图。林默神色一紧，你都知道了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是怀了王磊的孩子，这可是王家的第一个孙子，阿姨现在可是很宝贝我的。我笑了笑，和王磊结婚1年，我一直没怀孕，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对王家有点亏欠，但是林小姐你看这是什么？我从包里拿出了化验单，递到了林默的眼前。别以为你做的事情没人知道，王磊是个傻子，但我不是，之前以为是自己的原因，才一直没有怀孕，所以上周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悄悄去做了检查，本打算积极配合治疗，让婆婆早日抱上孙子，没想到检查结果却是我身体健康，那么显而易见，问题是出在了王磊那边，现在看来他也是罪有应得，我1年怀不上，怎么到你这几次就中？总不能说是林小姐你是被上天选中，命里注定要为王家开花伞叶的吧？怀上了就是怀上了，就是说明我运气好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不知道林小姐还记不记得江州的赵总呢？林小姐，不会当初是想靠肚子上位，可惜赵总其实是吃软饭的，林小姐的肚子在赵太太那边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吧？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你想要干什么？林默的脸上露出十分慌张的神色。王磊这种人，你喜欢就拿去好了，你想要顺利嫁给王磊，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但在这之前，我需要你为我做点事情。此时林默早已没有了最开始的嚣张跋扈的气势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如果是损害到王磊的利益的事情，我肯定不干。这种时候还在我面前想要维护王磊利益，真是搞笑。看起来这个林默有点脑子，但是不多。相信你还记得你以前是怎么被王磊他妈妈嫌弃的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初他妈妈也是看上我的条件，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说着，我把我的车钥匙放在桌上。据我所知，王小姐，你现在唯一的资本也就是肚子里的孩子。但是万一他妈妈拖着你呢？王磊等得起，可是你的肚子等不起哦。生下孩子，去母留子的事，我想他妈妈可是能干得出来。我继续说道，不会的，王磊答应我，等他升职了就和你离婚，然后娶我进门。林默急忙辩解道，承诺。承诺又值得被相信几分呢？不如这样，这个婚由我来提，这样林小姐才能更安心等着嫁入王家。你的条件呢？很简单，我直接提离婚，王磊的妈妈一定会对我不依不饶，让我拿出更多的资产分给王磊。但是如果王小姐可以帮我稍微拍摄几张你们在一起的证据，那我就有资本和王磊谈判。你放心，属于王磊的我1分都不会拿走。你说真的，小磊的钱以后都是我的，如果你敢有非分之想，我就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，真的，我们一言为定。王磊有什么狗屁资产，我说了不分割他的财产，但我可没说我不会把属于我的拿回来。和李莫分道扬镳后，我驱车回到家中，几日未回，婆婆依旧是摆着一张臭脸，而王磊还在房间玩游戏，倒是十分自在。老婆，这几天没回来，真是太辛苦了，等会我来妈做点好吃的，给你补补。我走进房间，王磊头也不抬的对我说，没事，不辛苦，别麻烦妈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升职的事情，我已经和爸打好招呼了，爸说一起都会打点好的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老婆。说着王磊起身要来抱我，对我轻巧躲开，我一身汗，先去洗个澡，你接着玩吧。王磊撇撇嘴，只当我累了，又坐回电脑桌前。洗好澡后，我换好衣服对婆婆说，公司临时有事，我再去忙一下，晚上可能回不来，你吃饭别等我。说吧，我带着之前家里办公的笔记本，在婆婆的妈妈烈烈中推门而出。我在家的话，怎么给王磊偷心的机会呢？毕竟现在时间紧迫。几个月前，我有段时间不舒服，在家办公，很多公司机密文件都在这个电脑里，我现在很怀疑这个电脑被王磊动了。喂，韩律师，我这边有个笔记本，想要提取一下指纹信息和访客记录。下午的时候，手机收到了林默传出来的照片，林默的速度还挺快，没想到王磊这么急不可耐，我前脚走，他后脚就去找了林默。周一我收到了韩律师给我发的检验报告，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。王磊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当天晚上我回家，便把他和林默的合照拍在桌子上。王磊，离婚吧。哎呦，白宇为谁给你的胆子？要知道离过婚的女人可是不吃香了，以后就是没人要的破鞋。王磊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就先跳出来吼道，和先不说我是不是破鞋，林默这个破鞋你们王家不是抢的要，离婚就离婚，但是所有的财产必须要做好分割，你们也没孩子，这个房子也卖了吧，钱需要和小磊对半分。妈，你似乎忘了，这个房子是我和王磊结婚，我爸妈送给我的礼物，这可和你们王家没有关系。礼物怎么了？那不也是送给你们俩住了吗？就是夫妻共有财产。
面对婆婆的胡搅蛮缠，我把目光转向了王磊，此时他好像没有缓过神，本来打得很好的如意算盘，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别谋划来分我的东西，不如让王磊来看看这是什么。我把笔记本的检验结果拍在桌上，王磊看到纸上的内容后，惊慌了一把拿过去，之后神色大变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毕竟我的身边除了你，没有人会做这么恶心的事，拿着我的东西去给林墨当跳板。王磊你可真贴心啊，我只是觉得你这些资料没啥用，才有没有用也不是你可以说的。要知道窃取别人公司的机密可是要被判刑的，你总不想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爸爸吧？那你想怎么做？你和小磊在一起这么久了，验的旧情也不能把他送进去啊。婆婆明显没有之前硬气，验着什么旧情？是你偷偷给王磊开小灶的旧情，还是王磊在外面偷腥的旧情？既然你们自己不要脸，我何必还要帮你维护？很简单，明天上午王磊拟好离婚协议书，自己净身出户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净身出户，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的工资买的呀，我得把属于我的拿走。你的，你连工作都是我爸安排的，没有我，一狗屁都不是。况且你还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如果被我爸知道了，你觉得你的工作还能继续做吗？如果不想你的孩子有个无业有名的父亲，就赶紧准备好离婚协议吧，并且在3天内拿好自己的行李，从我家滚出去。说吧，我便开车回了家。老妈看到我说，小磊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我和他离婚了，他出轨了。我当初就看他不是什么本分的人，我现在就去当面教训他一下，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怕是活腻歪了。老爸说着，就往门外气冲冲走去。我一把拦住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都处理好了，这次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昨天在我走后，他在第一时间去找了林墨，林墨以肚子为要挟，也就将王磊的怒火平息下来了。晚上我接到了林墨的电话，一个贱人，为什么骗我，让王磊净身出户？那我的孩子以后拿什么养？林小姐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孩子怎么样是你和王磊的事情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让王磊喜当爹的事情说出去。到了第二天上午，王磊很准时的把离婚协议送过来了，拿着离婚协议，我立马和王磊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。出了民政局，杜峰站在门口等我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勾搭到一起了？王磊指着杜峰说道，也把所有人想的和你一样龌龊，自己不干净，看谁都不干净，真是恶心。我打断王磊的话，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小薇，既然已经离婚了，就别管那么多，以后小薇由我来照顾就好。我看你演杜峰，因为王磊在场，我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我和杜峰上车后，空气中散发出一丝莫名的尴尬。嗨嗨，那个，我率先打破这诡异的气氛，杜峰，你不应该那么冲动，王磊那种人，你这话说出来后，他不一定会在背后怎么编排你呢，我不在乎的，何况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心情。杜峰瞬间变得垂头丧气，完蛋了，气氛更尴尬了。到了月末，我把王磊婚内出轨、搞大小三肚子的时候，以匿名邮件的方式发给了他们公司领导。这次晋升他不仅没我爸的帮助，还被爆出这种丑闻，可想而知，铁定失去了晋升的机会。没想到第2个月，杜峰说他看到王磊婚的朋友圈发婚礼邀请函，晋升都失败了，林墨还着急和他结婚，看来真是肚子等不起，着急给娃找个爹吧。杜峰，参加婚礼有你认识的人吗？你帮我送份礼物给他们，我把林墨和赵总的一些精彩照片做成视频，参加婚礼的杜峰哥嘛，只当做是视频祝福，在新人互相宣读诗词的时候，偷偷插到电脑上进行播放。哇，这是什么精彩画面？快拍下来，发到网上指定爆火。新娘子玩得挺开呀，听说新郎刚离婚，原来着急穿破鞋呀。后来杜峰的哥们说，当时现场直接炸掉，王磊和林墨的脸上浮现出吃了屎的表情，而王磊的妈妈匆匆把客人送走，急忙结束了婚礼。那么爱面子的人，这次因为林墨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，相信等孩子生下来后，林墨的日子不会好过了。转眼酸酸日子也到了，林墨也快到预产期了，是时候了。我在手机上拨通了110，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窃取我们公司的机密。王磊被抓走的当天，林墨一激动，直接进了医院生孩子。王磊他妈找上门的时候，顶得满头白发，一下子沧桑了不少。你个贱人，当初说只要小磊净身出户，你就不会告他，说着冲上来就要打我，终究他是个老人，被我灵巧躲开。我这可是在替你教育儿子，今天我绕过他，万一以后他再手脚不干净，吃了大亏可怎么办？你个蛇血心肠的女儿，现在我儿子进去了，林伯被你气得太心不稳，我的孙子现在有遗传性心脏病，一切都是你害的，你快点拿钱出来赔偿吧，医院等着交钱呢。你孙子生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总不能喝水也死了，你埋怨自来水吧。我一脸无辜的说道，遗传性心脏病啊，倒是不知道是你们家还是林家李家有问题哦。林墨说他们家都是健康的，说王磊他妈愣住了，我转身关上门，有些话也不用多费口舌了吧。后来杜峰告诉我，王磊他妈拿着王磊的头发去医院和林墨的儿子做了 DNA， 结果不出意外，这个孙子和他们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王磊他妈当时就气得昏了过去，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揍了还在月子里的林墨一顿，还说都是因为林墨这个骚把型把他们王家毁了，明明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，还要把错怪在别人身上。而王伟，法院根据他盗窃别人公司机密事件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虽然说6年不是很长，但他臭名昭著，相信这一辈子是真的完蛋了。在我大刀阔斧施展我的复仇计划时，公司那边把杜峰派去国外出差了。杜峰临走时给我发消息说，等他事情处理完就立刻回来，让我等他。
我看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杜峰是个优秀的人，没准什么时候就被同样优秀的女孩所吸引，生活回归平淡。我在公司附近又买一套小户型，偶尔觉得有点孤单，所以我去领养了一下小猫，起名叫做小风，希望它可以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小猫猫，无拘无束。有一天下班，刚到家门口，听到有人喊我，学姐，以后上班一起走呀。我转头，杜峰一脸笑容，站在楼下对我喊道，你怎么在这？事情刚处理完，我就来和你做邻居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家就在你家对门，有空来做客呀，我做饭手艺一级棒。我低头笑了起来，日子好像也不是那么枯燥了，全文完结。